花不了几分钱，却让养多肉效果达到100分，多肉神仙水秘方泄露，赶紧收藏。养龟背竹可以用酸水开背，养富贵竹可以用铁钉让它根旺叶绿。那么养多肉有没有神仙水，让多肉又肥又胖，根旺芽多呢？答案当然是有的。那么神仙水是什么？要怎么制作，又要怎么使用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今天介绍一下高手之间疯传的8种多肉神仙水，一种比一种好用，特别是第4种，不用花钱还绿色环保。1. 咖啡渣神仙水。咖啡渣水呈酸性，所以养多肉比买的激素还好用，让你越用越上瘾。具体用法是，首先将约20克的咖啡渣与1升清水混合，浸泡1个晚上。次日早晨可以用此咖啡水来浇灌多肉。为了避免咖啡浓度过高，可以将上层清液稀释50倍后，再用来浇多肉植物。但需注意，不要将稀释后的咖啡水喷洒在植物叶片上。初次使用时，可以先少量尝试，观察植物是否有不良反应，如果没有，则可以每月进行1次浇灌。此外，还可以将咖啡渣晒干后，用小勺子将少量咖啡渣洒在多肉植物的花盆土表面，这样有助于增加土壤的酸性成分，使多肉植物长得更加茂盛。然而，直接撒的咖啡渣也不能过量，每2个月左右使用5克，均匀撒在土壤表面即可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直接将咖啡渣埋在植物的根茎底部，而是应在盆土边缘挖一个小孔，将处理好的肥料埋进去，然后再覆盖土壤。这样可以避免肥伤，特别是对多肉植物，通常花盆较小，更需谨慎处理。如果你没有咖啡渣的话，也不要可惜，下面介绍的第2种你家里肯定有。2. 阿司匹林神仙水。阿司匹林对多肉植物的生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，这主要归功于药片中的水杨酸成分。当这些营养物质被多肉植物吸收后，能够有效地促进根茎的健壮，使得发黄的叶片重新焕发生机，从而起到极好的补救效果。制作阿司匹林溶液的步骤相对简单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准备1大盆清水，将阿司匹林药片研磨成粉末，越细越好。然后将粉末全部倒入清水中，并用力摇晃，使阿司匹林迅速溶解。一般来说，溶液的比例为1:1000，即1克阿司匹林溶于1000毫升清水。如果你家的多肉既不爱咖啡，也不爱吃药，那么就给它喝点啤酒吧，照样能让它长成啤酒肚。3. 啤酒神仙水。没喝完的啤酒，大部分人都是把它倒掉，但其实你丢的是上好的肥料。以后家里喝剩下的啤酒就不用丢掉了，可以废物利用，用它拿来养多肉。因为啤酒是粮食酿造而成的，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，对它的根部和叶片都有着更好的帮助。具体啤酒怎么用来养多肉呢？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因为啤酒里面的酒精度非常的高，容易烧伤多肉植物的根部，所以不要直接倒入花盆里面。我们一定要兑50倍的水后再倒入花盆里，还可以在兑水的过程中加一个维生素小药片，这样就会让你家里的多肉植物疯长不停，而且叶片个个非常的饱满，有光泽。4. 蚯蚓粪神仙水。蚯蚓的粪便泡水可以提高土壤的疏松性和透气性。因为我们经常给多肉植物浇水，就会导致它的土壤板结。如果我们给蚯蚓的粪便水倒入它的里面，就可以让它的土壤疏松，这样土壤改善之后，多肉就可以生长得更好。而且这种蚯蚓粪便的水每周都可以使用1次，但是切记大家在浇水的过程中，由于多肉的叶片比较浓密，不要撒到多肉植物的叶片中间，因为蚯蚓的粪便里面含有残渣物，如果掉到了多肉植物的叶片中间，就会使它的叶片呼气困难，最后导致叶子发蔫而死亡。所以每次浇水的时候，一定沿着多肉植物的花盆周围去浇，千万不要撒到叶片里面。虽然这种蚯蚓粪便水可以维持暂时的营养需求，但是我们要想长期使用，让多肉生长得更茂盛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它加入专门为多肉设计的有机肥料，因为这种有机肥料每个月使用1次就可以让它生长得更茂盛，而且还能会容易爆盆。5. 黄豆神仙水。好多人家里的黄豆没有晒得太干，就放在柜子里，不久后发现黄豆已经不能吃了，
上面长出了很多小虫和发霉的迹象，这个时候丢进垃圾桶非常的可惜，我们可以拿来作为多肉的肥料。因为大豆里有非常多的蛋白质和营养物质，对多肉生长和多肉的叶子非常的有帮助。这种自制黄豆水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首先我们把黄豆洗净，放在水里煮开之后晾凉，再把它倒入容器里进行发酵，大概1个月左右，这种黄豆自制肥料水就可以使用了。每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兑水，再浇灌多肉植物。多肉不仅可以喝黄豆水，还可以吃黄豆。我们可以把发酵好的黄豆放入多肉植物的花盆里，在多肉植物的花盆周围挖几个小孔，把黄豆慢慢的倒入里面，这样就可以让多肉植物的根部更好的吸收营养成分，同时使多肉生长得更茂盛，而且长出更多的叶子，使它的叶子看起来饱满而有光泽感，摸起来肉乎乎的感觉。6. 淘米神仙水。淘米水属于微酸性的水，能让土壤变得松散透气，让多肉的根能自由呼吸，所以也会长得更好。另外，淘米的时候洗掉了米外面的麸皮，所以就会让淘米水很有营养。不仅如此，淘米水里面还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无机盐，这2种物质都特别溶于水，所以水中就会有很多的营养元素。用这些营养元素来养多肉，就会让多肉根肥叶胖，变成小胖墩。那如何让自制淘米水没味道呢？要想自制淘米水，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发酵，这个认识是正确的。这里补充一个知识点，第1次的淘米水是酸性的，但如果觉得米不干净，需要多淘几次的话，第2次的也是酸性的，但到了第3次或第4次的淘米水就属于弱碱性了。所以淘米水使用时，除了怕它直接使用会在盆里面发酵外，也是要保证给多肉的淘米水确实是酸性的，才对多肉有作用。但发酵的淘米水一般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，这些味道非常容易招来小黑飞。但如果想要发酵过程中的异味的话，可以在发酵的时候加入一些橘子皮、柚子皮等果皮，这样发酵的过程中就没有那么难闻了。夏季的时候，淘米水发酵很快，早上的淘米水到了傍晚就能发酵好。而冬季室内温度如果达到15度，也需要2天左右。温度低，需要发酵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。如何正确使用淘米水浇多肉？一般来说，多肉植物需要的水分不多，因此不要过度浇水。在浇水时，要确保水完全渗透到土壤中，不要让水残留在叶片上，以免引起腐烂和病虫害。另外，给多肉使用淘米水的时候，需要兑水1倍，也就是5:5，这样就能让淘米水更好的稀释，给多肉浇水的时候不至于出现烧根、烂根。7. 柳枝神仙水。在养护多肉植物的过程中，壮根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根系强壮才能确保多肉植物健康茁壮的生长。柳枝水因为含有水杨酸，具有促进生根的功效，因此被广泛用于多肉植物的养护。然而，使用柳枝水时需注意其浓度，以免对植物根系造成伤害。首先，准备一个矿泉水瓶，剪一些柳树枝2到3厘米的小段，放入瓶中并加满水。然后将瓶子放在阳光下发酵，这样柳枝水就制作完成了。发酵后的柳枝水中含有水杨酸，对于大多数喜酸性的植物来说都是极好的营养补给。虽然柳枝水有很好的壮根效果，但直接使用原液可能会因为酸度过高而伤害多肉植物的根系，因此最好按照1:5的比例进行稀释后再使用。这种稀释后的柳枝水可以用来浇灌多肉植物，有助于增强它们的根系，使其更加健壮。夏天是多肉植物的休眠期，此时尽量避免使用柳枝水，以防高温发酵导致根系腐烂。同时，当进行扦插时，可以先将枝条在柳枝水中浸泡半小时，再进行扦插，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扦插的成活率。8. 日本的 HB101。最后要介绍的神仙水就是来自日本的 HB101， 它的真身是一款日本的植物活力剂，是日本销量第1的叶面肥料，其作用在于改变土壤环境，让根系生长得更加健壮，用来发根。HB101 进入中国市场大概有10年，最初由兰花爱好者带到中国，并慢慢为园艺爱好者所知悉，并很快应用到了各种植物上，除了花卉
还有蔬菜、水果、农作物和茶叶等。很多人都说它的发根效果特别好，尤其是在多肉养护上。也有一些人说它的效果并没有那么神奇，但没有什么副作用。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产品，如果你已经用过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它是否好用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多肉的内容还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